一加12和努比亚 Z60 Ultra， 那这期呢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那很多人在留言中呢都想看看一加12的表现怎么样，也有很多人想看看 Z60 Ultra 跟其他手机对比到底怎么样。那么一加12这边呢还好说，但是到了 Z60 Ultra 这边呢就有些问题了，因为它跟其他手机不一样。它现在是唯一一台主摄是35毫米光学焦段的，而一加12呢跟其他手机都一样啊，它们是23、24焦段的，那焦段的差距非常之大啊，就可以说就完全不是一类东西。它就好比传统相机镜头进行评测，那肯定得是焦段差不多的镜头在一块聊啊。那焦段差了这么多呢，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只能各看各的。那不过既然大家想看呢，那还是把它俩放在一起比一下啊。那我这边就尽量呢让大家看清楚它们的光学表现怎么样，看看它们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表现怎么样啊。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就是希望您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您的点赞加关注啊，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让我们坚持更新下去的动力。那正式测试前呢，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摄影环节的照片呢，不用老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啊，我已经尽量的让大家看不出来是哪台手机拍的了。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呢，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光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是让我们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那下面就是测试环节了，我们来看看它俩的表现怎么样吧。两台手机后摄都是3颗镜头啊，都是主摄长广角还有长焦镜头，但是呢焦段都是不一样的。那这点呢，咱们到每颗镜头的时候再好好说。现在是一加12的拍摄界面，其中2倍跟6倍呢是数码变焦，0.6倍、1倍还有3倍呢是它的3个光学焦段。现在是努比亚 Z60 Ultra 的拍摄界面，给了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它的3个光学镜头。在机身侧面呢还有一个滑动开关，滑动这个开关呢就可以快速的进入人文街拍选项。人文街拍的界面呢跟默认模式还有些不同啊，就是在拍摄界面中呢还给了一个50焦段的选项，当然了也是数码变焦啊。在默认模式下，点击每一个焦段呢，还可以切换出其他的小数码变焦选项。你比如说主摄切换的24啊，35切换的50，85呢切换的170。那下面呢，咱们就看看这两台手机每一颗镜头，再结合应用场景，它们的影像表现怎么样？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说呢，感光器一加稍微大一些啊，但是两边呢也属于同一级别的。那剩下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等效焦段了。一加这边是23毫米的，而努比亚这边呢是35毫米的。从实拍上看，它们的视角差距是非常大的。那具体有多大呢？如图所示啊，视角差距就是这么的大。而且呢，除了视角差距以外呢，它们成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景深啊。像现在这些照片呢，都是站在相同位置拍摄的。可以看到一加这边呢，虽然说也有一些背景虚化，但是努比亚这边的背景虚化明显是更猛一些的。还有就是突出主体方面啊，你也可以说一加这边呢可以拍下来更多的景物，那这点呢就是看你们个人喜好吧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样片风格呢？那下面咱们看看两颗主摄的光学表现怎么样啊？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你们觉得哪边会更厉害一些呢？那肯定得是努比亚 Z60 Ultra 啊。因为它35的焦段更长啊，更像一个望远镜，它的中心解析力要是还没有一加好就说不过去了。但是高光部分的细节呈现，这就跟焦段没关系了啊，这就是手机自己的本事了。
努比亚的表现更好。再看看镜组的光学质量吧，就是看看它们的边角画质把控怎么样。这个反映的是制造成本啊，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这努比亚主摄我还得重新拍一张，让两边的边角画面看起来差不多。那么结果呢，显而易见啊，努比亚这边要强很多。那虽然说35毫米镜头对边角画质把控呢天生是有利的，但是整个的镜组光学质量呢还是得往好了做才行。那一加这边呢，这个还需努力啊。那毕竟它的感光器尺寸也不是很大，对边角画质把控的压力呢，按说也不大。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啊，那中心解析力呢，这个没有悬念啊，仔细看的话，肯定还是努比亚这边的解析力更高。但这并不是说明一加比努比亚次啊，一加这边的表现就是其他手机主摄正常的主摄解析力表现，这只是两台主摄视角的不同、等效焦段的不同啊导致的啊。那镜组的光学质量呢，这回咱们看另一边。这回一加的表现呢比另一边要强一些啊，但是整体的光学质量呢还是努比亚这边更好。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依然还是努比亚的看起来更好一点啊，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努比亚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呢，差别不是很大，这点在之前的节目中呢已经说过了。那看来一加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呢，在解析力方面应该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果然啊，确实也没什么区别啊。这一加也不争气。再看超广角镜头，一加这边的感光器小一些，光圈也小一些，而且它没有光学防抖，视角是比努比亚更广的。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啊，努比亚的超广角再也不是一颗半废物的超广角了，它的夜景表现非常强。那这点咱们到夜景环节再说。从实拍样片上看，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视角的差距。那至于颜色风格的差距呢，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啊，就跟主摄那边一样。颜色我们就不过多讨论了，反正都能调都能改。那么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中心解析力呢应该也是没有悬念，对吧？努比亚这边的视角更窄，它拍摄的物体更大，那它就应该更清楚。但实际呢是清楚好多啊，这个差距呢是比主摄的差距还要大一些的。再说镜组的光学质量啊，这看的也是制造成本，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那一加这边的表现呢，就说在超广角里边中规中矩吧，啊，不算好也不算坏。努比亚那边的表现是相当惊艳的，它是超广角镜头，它的视角比主摄要广得多，但是它的边角画质把控呢却是主摄级的，有这样的表现呢确实非常难得啊。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颜色风格还是有差距的，你们还是可以说一下更喜欢哪边的成像风格。那么中心解析力的差距呢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差距呢还是要大于视角的差距的。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看另一个角的表现啊，同样的一加的表现呢，就说在超广角里边中规中矩吧啊，努比亚的表现依旧是在超广角里边属于十分优秀的。两台超广角都有高像素模式，一加是4800万像素，努比亚是50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努比亚的强很多啊。那我估计一加超广角的高像素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解析力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啊，果然啊，确实如此啊。再说微距拍摄，那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它们的微距效果呢，从实拍上看呢，看起来努比亚这边要强一些啊，就是在放大比方面。实际的解析力呢，两边其实是差不多的，拉开不了什么太大的差距。如果非要分出一高低呢，还是努比亚的稍微强一点啊。只不过这个强一点呢，还是那句话啊，不是本质上的强。再看长焦的表现，从参数上说呢，一加这边光圈大一些，焦段呢稍微短一点啊，努比亚那边光圈小一点，焦段更长。对比样片呢，先从50焦段开始吧，一加是2倍，努比亚是1.4倍啊。那么中心解析力呢？如果看后边楼房呢，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这种横竖线条比较齐的地方是可以通过 AI 算法来修正的。但是从前面石头的纹理上看呀，还是努比亚的表现更好一些啊。一加这边的涂抹感就比较重了。这组对比呢，一加是用3倍镜头拍的，努比亚那边呢是2.4倍的85镜头拍的，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那么在解析力上呢，两边是不分伯仲的。他们俩的长焦头呢，也都是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就是在细节呈现方面啊，这个，哎呀，非常不幸啊，努比亚的表现还要更好一些呀。一加在拍摄界面中呢，还给了一个6倍的数码变焦选项，那咱们看看它俩在6倍的表现下怎么样吧。这回一加的表现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解析力稍微强一点点，但是两边差距最大的还是成像风格方面的差距。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
到了前摄对比呢，应该就没有悬念了。一加这边毕竟是一个大众化的前摄开孔手机，而努比亚呢是屏下前摄手机，正面找不到任何的前摄开孔，整体观感呢是比较整的。那从实拍效果上看呢，一加这边呢肯定效果是要更好的。那屏下前摄手机呢，那就只能说看前摄效果够不够用了。那这点呢，大家就自己评判吧，结合自己的需求来选就好了。那前摄录像的差距呢，也是没有悬念的啊，肯定是一加那边的更好。还是那句话，那作为屏下摄像头呢，大家只要看结合自己的需求够不够用就好了啊。人像拍摄两台手机的差别也是挺大的啊。一加这边默认是用长焦镜头来拍，努比亚这边呢默认是用主摄35毫米焦段来拍。一加这边猛一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仔细看啊，它的美颜磨皮太重了，重到了有些人物脸部看起来都发虚了。努比亚这边也是有一些美颜的，但是美颜痕迹并不多啊，还是力求还原的。但是到了夜景拍摄人像啊，长焦镜头就别想了，都得用主摄镜头来拍了。一加的主摄视角更广，可以囊括更多的景物。努比亚的主摄是35毫米人文镜头，它拍照出来的人像啊是有一种肖像感的。其实我个人呢是有倾向的，这里就不阐述了，只是提醒一下，用一加这种手机，就是传统的手机，主摄拍人像的时候，由于视角太广啊，拍人像的时候别怼得太近啊，要不然会显得鼻子嘴很大啊。指出扩张度的测试呢，咱们还是按照场景的难度挨个展现啊。前几个场景呢，两台手机的表现是不错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细节呈现都是很丰富的。那从这个场景开始呢，就是分水岭了。主摄的表现两边都没有问题，超广角的表现呢，一加的暗部细节呈现呢就有些吃力了。同样的，下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啊。那超广角的表现呢，一加的暗部细节呈现呢就有些缺失了。努比亚这边呢，暗部细节呈现倒是挺丰富，但是有些过亮了啊，可以稍微往下压一压。那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如此，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不错。那超广角的表现呢，努比亚就比较好了啊，暗部呢能按得下去，还有细节，而一加的暗部细节呈现呢，很多地方都有缺失了。再说夜景的表现啊，一加这边是不能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每次拍摄都要调一下。而努比亚这边呢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啊，提出表扬。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努比亚的更好啊。下一个场景也是如此，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啊，甚至觉得一加的表现更好。但是到了超广角呢，那就是努比亚的更好了。现在是中焦的表现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是同一水平的。现在是他们长焦镜头的夜拍对比啊，同样表现都非常优秀啊。那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看起来都很好看。从这个场景开始呢，就有难度了。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直出的表现呢都是努比亚的更好。下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只要是直出的表现，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努比亚的好。那么一加像这样的场景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但是可惜的是，就算是这样啊，还是打不过努比亚的直出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如此。到了真正暗的地方呢，主摄的表现就说都差不多吧，但是差距呢就出现在了超广角上啊，努比亚的会强很多。从祖传神树开始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因为是非常的暗。那主摄的表现呢，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差距是非常大的啊，细节呈现的差距非常大。健身器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还不错啊，细节呈现咱们就说是同一水平吧。但是超广角的差距呢，那真是太大了啊！细节呈现的差距就跟一般手机主摄跟超广角的差距差不多。树林小路的场景，主摄上一加虽然说拍出来看着暗一些，但是细节呈现呢跟努比亚的主摄是差不多的。那超广角的差距呢就不是明暗的问题了，就是细节呈现的差距呢真是太大了啊！那到底有多大呢？可以看看一加的主摄在这个场景拍出来的跟努比亚的超广角拍出来的细节呈现居然是差不多的。到了祖传神树 Pro 这个场景，主摄就已经出现了差距啊，细节呈现是努比亚的更多啊，超广角的差距大家是可以想象的啊，细节呈现肯定是差的非常多。甚至呢，努比亚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呈现已经超过了一加主摄的暗部细节呈现了。女流氓小象这个场景就不放大看了啊，太频了啊，结果还是这个结果，大家看一下就行了。视频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防抖两边都不错啊，颜色是有区别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
解析力呢是努比亚这边高很多啊，这也是应该的，毕竟它的主射视角更窄嘛。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防抖依旧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回解析力的差距呢就更大了啊。虽然说还是努比亚的视角更窄一些，但是这个解析力的差距呢也有点是吧，忒大了。现在是长焦的对比，一加是3倍的70毫米，努比亚呢是那颗85的长焦镜头啊，相当于自己的2.4倍吧。防抖跟解析力两边都比较不错。现在一加是6倍，努比亚是5倍啊，他们都是数码变焦。这努比亚我怎么拍的有点靠下呀？反正从解析力上来看啊，这回一加的表现更高啊，一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啊，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呢，跟白天比都是比不了的啊。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啊，努比亚这边鬼影还比一加重一点。现在是超广角的对比呢，差距是非常大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虽然说防抖呢，他们俩跟白天比肯定是都有下降啊，但是整体效果肯定是努比亚的强很多呀。现在是长焦的对比，一加这边一看就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那努比亚这边呢一看就是用长焦镜头拍的。清晰度呢是努比亚那边更高，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是一加这边更好，防抖两边都不错啊。好了，快到结尾了，大家看看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吧，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硬件呢，我们也就不说了啊，我们也不在行，因为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以后每期的结尾都不会再有总结了啊，省得有人直接跳到总结部分，还影响节目的完播率，是不是很开心？哎，我都替你美的慌。反正结果呢都揉在每一个环节里了，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上面有刻度啊，没看呢直接按照刻度倒回去直接看就行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也希望您们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